检察长，沙书记的话呢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沙书记非常了解李达康，他既肯定了李达康的贡献，又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彻底切割开了。我告诉你，李达康在离婚之前是向沙书记和省委做了汇报的。怪不得呢，上演大片的时候，李达康能那么硬气。亮平啊，这段时间你们工作太紧张了，今天晚上我个人啊，请你们吃顿便饭。哟，这打了败仗还问问什么呀？怎么是败仗啊？明明是胜仗啊！行行行，领导的好意呢，我们心领了。我还等他们回来开会呢，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，看一看下一步的方向。是应该总结一下。不过亮平，我要提醒你啊，在下级面前一定要多说鼓励的话，不要老说泄气的话啊。我会鼓励他们的，就像您鼓励我一样嘛。郑师傅，你是一个老党员、老同志，在这种时刻，你可不能给党和政府添乱呐。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，党和政府是付出代价、付出心血的。光安置款就垫付了4500万，你们大家要珍惜呀。孙局长，这好话怎么都让你们说了呢？既然你们心里这么清楚，你为什么为难我们呢？你不能给姐姐一块生产用地吗？哎呀，我说这同志啊，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？这不是没有地了吗？那就解决不了了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哎呀，就是我回家卖红薯了，该没有地还是没有地嘛。你看看，下班时间到了啊，你回家填饱肚子，我回家卖红薯去啊。下班。你得等等，那我们这事儿怎么说呀？明天上班啊，你排第一个，咱们再谈。那能不能谈出一块工业用地呀？哎呀，那肯定谈不出来，没有地了嘛。但是我要跟你谈谈维稳。维稳你跟我谈不着，我是新大风厂的董事长，要维稳你找那个公安局长谈去。不过你一定要谈，我可以找老检察长陈岩石跟你来谈。哎，郑师傅，你们就忍心呐？那老检察长多大岁数了？那儿子刚出车祸，到现在都没有苏醒过来。他儿子出车祸了，这什么时候是？这个事儿啊，现在处于保密阶段。你既然知道了，以后别什么事儿都麻烦老检察长，行吗？好了，下班回家啊。走。哎呀，下班了，我回家卖红薯去了。明天咱接着谈啊。走。哎。怎么样啊，包总？这我来过，合适吧？你看这环境，这也忒破了吧？嗨，你办的又不是贵族学校，破点怕什么呢？主要看的是质感，这个要拍出来，绝对没得说。咦，还姨夫呢？你看来楼。你俩干嘛呢？哦，我们是这个来，我们就是来捐款的吧？啊？哎，对，包总，啥？款。来，大哥，你看，你拿好啊。哎呦，那要给你开个捐款收据了。哎，开那玩意儿干嘛？不用，来，再来一张。那不好意思了。是这样，大哥，我们呢是搞电视剧创作的，就是觉得咱们学校这个环境特别符合我们的剧情，希望把咱们这儿定为我们的主场景。那可太好了！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拍啊？最好星期六、星期天过来拍，孩子们都不上课。那这样，大哥，咱们就说定了，下周周六、周日我就带人过来啊。行。哎，导演，那个场地费怎么付啊？啊？给你们宣传还要场地费啊？这回知道挣钱难了吧？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偷鸡不成反蚀米。可惜了那200块钱了。还说什么空手套白狼呢？这狼没套着，还丢了一条套狼的绳。唉，宝宝不开心。没事儿，全当花钱买教训了。
教训一，不要有年龄歧视，年龄大的人不能低估。就是，你看你爸，那能低估吗？大骗子呀，那是。去。教训二，不能以貌取人，一脸憨厚相的也不能低估。那还有教训3吗？有啊，教训3就是不能有阶级优越感，底层人民的智慧更加不能低估啊。没错没错，真不愧是老板啊！200块钱学到这么多知识，宝宝又开心了。跟我在一起啊，你全当重新上了回大学啊。研究生。哎，大风场啊，宝宝，那不是现成的场地吗？工会那个会议室能装100多号人呢，还有食堂也能用。对呀，而且场地费肯定便宜，又是你爸的厂，咱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就是，你说早没想到。可是，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，会不会连累到你爸还有咱们呀？我想想，我觉得没事儿，为什么呢？你想，大风厂马上就要拆迁了，多适合王校长这样的骗子呀！啊，到时候真出了事儿，厂房倒霉了，一片废墟，找谁去啊？说的有道理啊，那就是他了。咱们准备开学了，耶！你高兴什么？我想出来的。陈叔叔，我们今天得3堂会审，而且还有个案件总结会，实在是顾不上小皮球了，就得麻烦您自个儿去接一下。亮平都跟我说了，他奶奶去学校接他去了，我现在在检察院门口等着呢。哎，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。哎，陈老。哎，好好。宋静，看见陈总了吗？在那儿呢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小皮球，皮球，等等奶奶。奶奶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上陆阿姨那做作业去。不行，人家有事儿，快点跟我回家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小皮球，站住！老赵，我反贪局的，不认识了。知道你是反贪局的，你们检察长找你。检察长找我？是猴子局长找我吧？什么猴子局长？就是检察长找你谈话。不可能！咋不可能啊？我在这儿候着你半天了，还冒充反贪局的，反贪局里有你这颗嫩葱啊！来，把书包给我。谢了啊！不客气，陈老。哎，回去。奶奶呢？又让你给甩了吧？跑得倒挺快。哎。爷爷，我不愿跟你和奶奶玩，只想跟路易可阿姨和猴子叔叔玩。你们老人都不好玩，问你们作业你们又不知道。我怎么不好玩了？我们玩的跟他们不一样，他就教你玩电脑什么的，爷爷教你玩打仗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拿着，这是炸药包啊，夹着。哟，这我老。哎呀，好，这目标正前方，匍匐前进。哎呀，你这好，好，你这干嘛？你说这是好，地这么屁股下来，孩子这屁股下来。哎，行了。哎呀，这衣服都脏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都玩真的了，抱着真炸药包。那倒是，真刀真枪的爷爷那是。哎呀，行，再来，接着来，接着。我不玩。怎么不玩了？来，不好玩。好玩。来，我饿了，快给我下饺子啊！我给你下饺子。哎，下饺子，爱馅的，肉蛋的，肉蛋馅的。哎呀，这孩子跑到和尚跑不了庙，下次还接着来。这案件的侦查方向错了，但是案件的性质没有变。
“116”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职务犯罪问题依然存在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，蔡成功和丁义珍也存在着相互勾结的现象。侯局长，你这个“也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视线还是锁定山水集团吗？当然了，为什么不盯着呢？蔡成功和丁义珍有勾结现象，并不代表高小琴和丁义珍就没有勾结。可是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恰恰是丁义珍和蔡成功相互勾结之后的受害者。那陆处长的意思是，山水庄园可以淡出我们的视线了？我的意思是证据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山水集团有问题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丁义珍逃跑了，很多人会把屎盆子往丁义珍头上扣。我们现在了解的只不过是真相之一，并不是全部的真相。艺术家们都来了，仁哥，慢说，来了。来，我向您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们这部戏的制片人王老板。王老板，欢迎啊！幸会，欢迎。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？知道你媳妇儿嘛。导演呢？导演没来啊？马叔，我就是咱们这部戏的导演。郑导，对，郑导。再跟我说，幸会。郑总啊，什么时候改导演了？王老板，忘了给您介绍了啊，隆重的推荐一下这位新大丰公司的董事长郑西坡先生，我的亲生父亲。幸会。这可是一位身家1000万的老同志啊！钱再多都是人家的，我就是临时给管着。低调。好了，咱不说了，咱进家。请。陈科长，你来说说情况吧。是，经过今天对蔡成功的提审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蔡成功这个人无诚信、无底线、无人格。现在有个词儿叫做烂人，说的就是他这种人。幸亏我们发现的早，才没有让他拖累得太深。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说说审讯情况。侯局长，审讯的情况，您和季检察长通过大屏幕看得很清楚。蔡成功到现在都没有打消对你的幻想，他总觉得你可以保护他。怎么样，王老师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。郑导，要不咱们是开机啊？开机没问题啊，但是好像还有点手续没办。啥手续啊？郑导，咱们开机手续都办了。啊，你说的是我那手续，但是我这2位演员、副导演他们找演员呢，他们的手续。郑导，不急，你们先拍片子，拍完再付钱啊，工作第一。别，这郑导最实诚了，那向来都是先给钱后干活，还办了吧啊？那成，老马，你跟我过来。那也好。好，大家伙安静一会儿啊！各位工友，今天呢，电视剧组到咱们大丰来拍片子，下面我们请电视剧组的郑乾导演给咱们讲话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大丰，跟你们一起欢聚一堂。咱们这部片子是一部励志片啊，名字叫做《新丝绸之路》。对，《新丝绸之路》啊，希望大家能配合我的工作，让我们共同拍摄出一部精品，好吧？老曾的儿子还是导演呢，他拍过啥片子啊？拍过一部《相对权力》。对，就是他拍的。那个编剧叫周梅梅，还真不错呢。可以啊。那个宝宝，马叔，你们去把这个绷子发一下啊。好。说你这到底是演戏还是办学呀？哦，这就你说那什么教育产业。说爸呀，我这眼看着都要拍了，你怎么还跟我絮叨这点事儿啊？我不是怕你犯错误吗？哎，你到底是教育产业还是文学艺术？
我们这个啊，它既不是教育产业，也不是文学艺术，是教育与艺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东西。爸，您就别再问了啊！我要不是看着我这帮叔叔阿姨们可怜，想让他们挣点，我犯得着到你们这厂子来拍吗？行了行了，甭说了啊！蔡成功自己说得很清楚，他和丁义珍勾结做煤炭生意失败以后，说是找钱自救，实际上就是坑蒙拐骗，对大风厂的持股员工，对汉东各个银行，对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窟窿。他最后是为了保命才孤注一掷举报欧阳靖的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就是因为他以为有侯局长这个靠山。关于保命的问题，你问过蔡成功了吗？录像上面都有，大家可以调阅。我先简单说一下吧。116事件爆发之前，蔡成功被第一个高利贷放款人抓住，关在一个高不过1米、宽不过半米、长1.2米的狗笼子里面3天3夜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是种什么滋味？什么样的人受得了？蔡成功的老婆凑了800万才把他救出来。116事件爆发的前10天，他又被临城的一家讨债公司抓去。据他自己说，他被倒吊着拔头发，大块头皮都被扯掉了。他为什么不报案呢？他说他不敢，因为非法集资案正在查他。他的老婆被迫卖掉了他自己和父母名下的3处房产，得款1300万，这才把蔡成功第2次解救出来。出来以后，他就以上访的名义去了北京。他去北京不是上访，是躲债。没错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你这位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。他是想通过你来吓唬他的合作伙伴丁义珍，好让丁义珍继续帮他赖山水集团的账。新丝绸之路1经2次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阿姐，谁喊停？谁喊的停？我是导演，谁敢喊停？宝宝，谁喊的停？郑导，是，哎，你看我们这是培训班的开学典礼，你看这演员这服装也太不统一了。我车上有，我去拿去啊。哪儿那么多屁事儿呢？挣他俩这小钱儿，真费劲。郑导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得精益求精。你这是艺术作品呐。对，马叔您说的对啊，艺术品得精益求精。我错了。郑导，我和你爸能不能演什么角色？我不演啊。没事，他不演您演啊。你演个什么呢？这样，你演一个教他们刺绣的老师，行吧？老师啊，哎，一会儿他们在那儿刺绣，然后您就站着给他们做指导，您再把您那花镜戴上，这就像了。哎，好。这蔡成功的问题啊，应该交由法律来处理，怎么能够非法拘禁呢？陈科长，你和市公安局说一下，蔡成功现在的案子并案给市公安局了，让他们去查。怎么查？像这样的民间讨债情况很普遍。是啊，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了，而且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要不然像蔡成功这种无赖，他能还钱吗？我们是有法治的国家，就算蔡成功是无赖，也不能对他滥用私刑吧？行，林花花，说说欧阳菁的情况。嘿，小伙子有基础啊！这个针脚再密一点啊！我马叔演的还挺好。好，停！非常棒啊，各位叔叔阿姨，你们演的特别好啊，笑的都非常自然。怎么样，王老师？多精神，这才像个技术学校样子嘛。那咱们这就 OK 了，OK 了啊，各位阿姨 OK 了。哎，郑导，咱这个是夏季，是不是得把电扇打开？好，这么冷的天儿你开电扇啊？你没看都什么岁数了，都会把人给冻坏了。哎，老郑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拍电视啊，得精益求精，是吧？你看那个陈佩斯演的那个小品《吃面》，
呦，那吃了多少面呐！得精益求精啊！小陈儿，把电扇全打开了啊！再来。我说你快点行不行啊？把叔叔阿姨们冻病了，我找你算账。哎呀，我说爸，这不是拍戏吗？这是艺术，这叔叔阿姨们这是为艺术奉献的。呸！各位叔叔阿姨啊，我们辛苦辛苦，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。还要再来啊！好，再来啊！坚持坚持，来，再来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欧阳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面对我们查证的事实，他承认自己收贿50万，但另外150万拒不承认。鉴于蔡成功的人品，他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，我觉得值得我们怀疑。好嘛，现在蔡成功倒成了说谎的孩子了，没人相信他，连林华华都怀疑他。不过这怀疑归怀疑，欧阳菁该怎么查还是怎么查，尤其是银行方面，要加强力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蔡成功在汉东向很多银行都贷过款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向欧阳菁一个人行贿，应该是一伙人。就拿这200万来说吧，50万给了欧阳菁，其余的是不是分给了其他人，我们都要查清楚。侯局长，要不要给大家订个盒饭啊？吃完饭之后再接着开会。乱了。行吧，散会吧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哎，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吧，没胃口。又是为欧阳嫂子吧？嫂子也真是的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知足。你说你这么早老公就去世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也没听见你天天的怨天尤人。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？孩子上大学了，我在你这儿干着，还有份工资，多好啊！电视剧《老大的幸福》里不是说人要知足常乐吗？人啊，就得知足。是啊，我跟你嫂子离婚了，毕竟也是这么有些年的夫妻，你说我怎么跟家家救呢？哟，王总啊！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来，请进。李书记，哎呀，李书记，哎，才吃啊？坐。好好。静吃。坐。把我那好茶给他沏。哎。刺绣技术哪家强？中国精准走新村。停！各位叔叔阿姨，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圆满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马叔辛苦辛苦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半天不到就结业了。不是，对呀，这就叫艺术啊！洞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对吧，郑导？你看看我马叔就懂。爸，这个拍戏啊，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样的？哎，我跟您说您也听不懂，算了，您呢坐着吧啊，您不懂艺术。王校长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啊！喝茶。好。李达康知道，欧阳菁同意离婚，王大陆起了关键作用。今天的事情说了，这么多年来对王大陆的防范，让他心生歉意。他想和王大陆好好聊聊，聊聊自己的孤独，
尤其今天前妻出事了，他才忽然明白，一肚子的话也只能对这位老朋友讲。拘留。李书记，这个消息可靠吗？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检察院的季长明检察长给我打电话，说欧阳金涉嫌受贿50万，证据确凿。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还能怎么看？李书记，这在意料之中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直呼其名。好，大康，有个事实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青州城市银行是家地方银行，管理上一直很混乱，在他们那儿贷款是有潜规则的。除了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，还要有1至2个点的额外费用。这1至2个点的返还费用，是不是贷款单位的行贿费用？业内叫返点，返1至2个点。谢谢。再见，刘姨。再见，王姨。回头来厂里看你们来啊。哎，再见。你看我说吗？您又说什么呀，爸？这拍戏不像拍戏，是办学不像办学。哎，你要说拍戏，主要演员呢，那帮群众在这儿。哎，你要说办学，应该人家给你钱才对啊。哎，你一人给了人家50块钱。爸，就这点事儿，打我没拍您就开始跟我絮叨，现在这会儿我都拍完了，您怎么还没忘了呀？那钱不都是给大伙儿已经分了吗？爸，今天这事儿您组织并且参与了啊。要说我一旦犯罪了，那您也罪责难逃。你看我说这事儿可疑吗？这都罪责难逃了。哎呀，你快别吓唬爸了，爸，我保证啊，没有您的罪责。怎么样？宝宝给您保证了，没您罪责啊，没事，放心，去跟我马叔玩会儿去，爸啊，去，来那个谁，来王老师，来走，咱们出去说两句啊，好吗？别走。王老师，这次我们阿尔法公司可是分文没取啊。你们没取，我这还倒付了7000块。哎，王老师，您等会儿，您那7000块钱可没进我腰包里啊，那钱是您付的场地费跟群众演员费。咱们再确认一下啊，王老师，一旦说您骗政府那4万8到了手，可赶紧得把那6000块钱招生费给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用人格担保啊，要不我就再发个誓，政府这钱到了，我要是不给你们，那就天打五雷轰。当然，这1至2个点，也不是欧阳一个人拿。从放贷人员到层层审批人员，包括风控部门的人都拿。不是他行长拿不拿？拿，也拿。欧阳跟我说过，他不缺钱，他不想拿，可是他不拿，别人也没办法拿，包括行长。欧阳没跟我说过，跟你说你也不听啊。大康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欧阳。这事我有责任。大龙，你跟你的大陆集团到银行去贷款，是不是也行贿？跟我说实话。我要说我没行过贿，你肯定不相信。咱们可都是明白人，我不相信的事儿，你千万别说。信不信在你吧。我没行过贿，包括对欧阳，我和我的大陆公司存款贷款全是通过一家财务公司，我向这家公司支付财务费用。啊，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儿还有诚信呢？啊，就说这个王校长说好了是跟我们阿尔法公司一起联合办学，现在倒好，办着学还改拍戏了，哼！哎，我跟宝宝好像现在是给他打工呢。哎，兄弟啊，你们教育这事儿办得不顺利啊？不是不顺利，是太不顺利了。爸，最近我们干什么不顺，连钱都来得慢了。我觉得改名叫挣钱之后，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啊。
抢银行来钱快。哎，你们怎么不抢银行去啊？哎，好主意啊，爸！宝宝，这么着，你把你那丝袜脱下来，我们爷俩呀，一人套脑袋上一只，我们俩抢银行去。好嘞。行了，别闹了。现在你以为干什么容易啊？爸，你们还不容易啊？不是说市里给你们支持了吗？还有那老陈头，不是给你们当顾问的吗？哪儿啊？到现在我们连那个厂子的地都没找好呢。那孙区长他老哄我们。该，我跟您怎么说的？让您送礼您不送，这年头不花钱您想办事儿，可能吗？哎，我还就不信了。这是原则，我还就不送礼。胜利啊，宝宝，要不然这么着得了，你们俩到我们那个大风厂来干得了。哎，你刚才都看见了，那些叔叔阿姨不都挺好的吗？爸，咱爷俩还说好了啊，您呢继续走您的独木小桥，我呢走我的阳光大道。呸，还阳光大道呢？没看出来啊？我这挽救你们俩呢。哎呦，我可不用您挽救，您呐还是自己先挽救挽救您自己吧。啊，爸，你也别灰心，你看，等你们厂子办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合作。嘿呦呵，瞧你说的，我要把厂子办好了，那老子还用你们俩？哟，你小子聪明啊！利用财务公司预先设置了防火墙，哈哈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民营企业难办，谁都惹不起，见到钱又想赚。不是有人说吗？中国的企业家，不是在监狱里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。我在政府部门待过，我知道有些事情早晚会出问题的，所以就预设了防火墙。大康，你放心，我跟我的大陆集团从来没有向欧阳行过。欧阳曾经跟我说过，这些年你一直在资助我的女儿，能跟我说说吗？哎，大康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好不好？我帮欧阳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说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求过你，你也没帮我办过任何事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我一学习，可都是曾经在一起工作的同事。是。当年还是你跟易书记资助我下海经商的嘛。这正是我要知道的。大陆，你把我跟易学习给你的创业款还回来之后，你有没有给欧阳靖跟易学习的老婆分红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哎，大刚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叫我来就问这个？大陆，我相信你。还有个事儿求你，欧阳靖现在是拘留，接下来就会批捕。你说我怎么跟女儿交代？我今天下午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她都不接，发信息她也不回。是的，佳佳对你产生了误会，以为是你让人抓了她妈。所以我求你给她打个电话，向她解释一下她妈妈的情况，行吗？行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尽力办，不行，我就飞美国一趟。跟佳佳说，我还是希望她回来，她不回来也行，就是不要抱怨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，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妈妈的，只是她妈妈不小心失足落水。放心，我回去马上就打电话。
洗手间看到一个洗碗工，很像丁义珍。不能吧？他一个副市长跑这当洗碗工？周科长，要不你到后厨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是他。哟，这不是丁市长吗？哎，还真是您啊！你是谁呀？我是荆州五金公司的，您到我们那儿视察过。后厨是不让人进来的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丁市长，我来要点醋。哦，好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。兄弟，我想请你帮点忙。您说，只要我能帮上的，我一定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我姓周，叫我小周好了。小周？对对对。小周，你是来旅游的，还是来探亲的？我是来这儿探亲的，我妈呀就定居洛杉矶了，我明天就去洛杉矶。我就是被人从洛杉矶绑架到旧金山的。是吗？我说你一个市长，怎么跑这儿来洗碗来了？嘘。你到了洛杉矶就去找我妹妹，我妹妹在洛杉矶开了一家餐馆。你见到她，跟她说一定想办法把我救出去。好好。我给你写个条子，她见到条子，她会好好谢谢你的。啊，汤姆。你干啥呢？这位客人要点醋。对，洗碗去。再和客人搭话，小心割你舌头。谢谢啊。好。山西人，就好这口。来点。啊，我不喝，你喝。哇！我去了。老板，再给来点醋呗。你把醋当水喝。都是爱喝的。站脚。哎，好嘞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洗快点。是。这么说，丁义珍可能被劝返？很有可能，他现在这种状态啊，还真不如回国坐牢呢。那好吧，赶紧向B队汇报吧。好的。我脑子里过了好几遍，蔡成功是个疑阵，我们的侦查方向没有错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啊？想办法撬开欧阳菁的嘴，另外密切注视和丁义珍有关的一切信息。这个丁义珍总是能及时逃走，咱们内部啊，一定有姓汪的。那我们就得找出这个姓汪的人是谁。
你觉得李达康会不会姓王？那你觉得赵东来呢？他不是胡司令的人吗？喂，吴阿姨，陆亦可在我这儿呢。侯局长，今天我要批评你了，你误了我的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可跟我说好的今天早点回来，我托人啊给他介绍了一位汉东大学的副教授，约好今天见面的。你看看啊，现在都几点了，他还在你那儿办案子呢，打他的手机他也不接，成心的吧？对不起，吴阿姨，我不是不知道吗？哎，那现在来得及吗？已经耽误半个小时了，男方还在这儿等着呢。你说我急不急呀？侯局长，你必须亲自把亦可给我押到现场去。行，我一定亲自送她到约会地点。好吧。我以为你是来安慰我的呢，原来你是逃婚呢。我就是来安慰你的。什么逃婚啊？我最烦相亲了，弄得跟卖肉的似的。我就不走了，我赖你这儿，我急死他们我。哎，我说陆大小姐，你行行好行不行啊？你要不去的话，你妈1天3顿往这送饺子，还都是芹菜肉馅的。